一位看穿了800遍《甄嬛传》的现代女性，在穿越成皇后之后，凭借对宫斗套路的极致预判，开启了她的反套路宫斗生涯。面对小说原定女主角林婉英的种种算计，最终她不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解决了林婉英，还顺手解决了负心薄幸的皇帝，自己的扶持宗室幼子登基，荣升为手握实权的太后，开启了养仔的退休生活。当我穿越成皇后后，我总觉得有人想要陷害本宫。直到小说的天命之女进宫，她带着我走到湖边，想要扮演一出我陷害她的戏码。然而她拉着我的手往后一跌，脸上得意的表情却活生生裂开了。不是，这湖里的水呢？被我抽干了。湖这种地方可是栽赃陷害的高发地，我怎么可能不抽干它？皇后娘娘，你为什么要？哼，别演了，皇上不会来了。自从建了这个人工湖，他从来都是绕着走。来人，把林才女扶起来，传8个太医，好好给她瞧瞧，身子可不能出半点差错。凤仪宫，我坐在主位上，太监宫女们正将她宫里的花盆一个个倒空，仔细翻捡了泥土。先把凤仪宫检查一遍，然后再去皇上、太后和贵妃那儿，确定犄角旮旯没放什么麝香毒药。御花园一角，一名宫女匆匆跑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启禀娘娘，林才女还是跟皇上偶遇了，但皇上似乎十分厌烦，绕道走了。远处，林婉英脸色惨白，看着皇上离去的背影，一脸疑惑。他当然莫名其妙啊！从没入宫开始，我就打听到皇上有一个早逝的白月光，在宫斗文里，这可是皇上的禁忌，所以我找了300个和他白月光相似的女人入宫，每天安排他偶遇一个。偶遇到第299个的时候，皇上他吐了。听说他现在做梦都在求白月光放过他，所以林婉英长得像白月光，这第一步就输了。太和殿，林婉英立于大殿中央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。苦练失传的惊鸿舞，想在万寿宴上惊艳全场。唉，天真。舞毕，林婉英款款行礼。皇上坐在龙椅上，脸色阴沉的要命。前朝的舞都失传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会跳？说你跟前朝逆贼是什么关系？林婉英跪在地上，脸色煞白，被侍卫拖了下去。宫斗文女主总有绝技，秀法歌舞防不胜防，所以我干脆找人写了10个亡国公主复国的话本子，买通太监天天给皇上念。核心思想就一个，会前朝失传东西的就是奸细。林婉英，这局你又输了。2个月后，林婉英抚着威龙的小腹，在被打了一顿，又用尽手段睡了皇上之后，她终于怀孕了，还被封为林答应。孩子，宫斗文女主上位的梯子，能把皇后拉下马的重大事件，她觉得自己又行了。皇后带着宫女前来，我与林婉英隔着10米远，中间是层层人墙。林婉英眼神殷切，立马跪下行礼。嫔妾谢皇后娘娘关心。娘娘说了，林答应不必多礼，身子要紧。林婉英看着盖着红布的巨大贺礼，眼睛瞬间亮了。啊，嫔妾谢过皇后娘娘，嫔妾日后一定把这件礼物放在床前，日夜朝拜。啊，放在床前，你确定吗？嫔妾确定。好吧，揭开吧。红布被揭开，一座用无数白玉堆积、长3米、高2米的巨大假山出现，上面用碎玉堆了个丑丑的福字。林答应有心了，但这东西还是放外面比较好。行，皇后娘娘放心，嫔妾还是会天天朝拜的。可以。皇后抬手招来一个太医，围着假山从药理、医理、风水等角度进行评判。启禀娘娘，此山碧绿无瑕，并无任何可致流产之物。皇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伸出舌头，在假山上舔了一口。林婉英彻底瞪大了眼睛。林答应毕竟怀着龙嗣，本宫亲自尝了，这下你也能安心一些。皇后转身离去，她身后传来咚的一声，林婉英栽倒。娘娘，林答应被活活气晕过去了。哼，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。皇后回到寝宫，听着宫女汇报林答应宫中的事情。没想到贵妃、淑妃、贤妃也学我，分别送了一个假山过去。林婉英现在看见假山就想吐，不过我知道她肯定不会轻易放弃。临近她生产，我的下一节到了。8个月后，林婉英躺在床上，面色惨白，冷汗直流。可晕了，产婆失踪。哼，宫斗文女主的生产戏码总得出点意外。皇后一挥手，一个产婆立刻上前，而皇后却拿出一个小锦盒递给宫女。去，把太后赏的人参给林答应含上。林婉英顺利产下一对龙凤胎，婴儿的啼哭声响彻宫殿。1个月后，林婉英抱着2个襁褓跪在地上，面向皇上和太后。皇后娘娘嫉妒臣妾有孕，苛待臣妾，御膳房送来的都是馊饭。她的宫女端着一碗馊饭，跪在地上哭了起来。产婆无故失踪，
他就是要臣妾一尸三命。皇上、太后，您看天边的火烧云是祥瑞啊，可您的皇子和公主差一点就见不到这天日了。闻言，皇上和太后面色阴沉地看着皇后。皇后娘娘，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？没有，解释什么？老娘还等着看戏呢。你，切！林婉音对着皇上和太后重重磕头。嫔妾不求别的，只求一个公道。谋害皇嗣，该当死罪。皇后娘娘，您该为此事付出代价。你确定？当然。皇上，您说该如何处罚他？闻言，皇上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林婉音，接着叹了口气。林婉音磕了2个头，楚楚可怜地看向皇上。皇上，皇嗣的安危大于一切，任何人都该受罚。你是说要处罚哀家？嫔妾不敢，嫔妾说是要罚的是皇后啊。你的膳食、接生婆、桩桩件件都是哀家亲手安排。皇后她有病，看见怀孕的女人就起疹子、呕吐、发抖。但皇后是一国之母，为了维护皇室的脸面，这是宫中秘闻，哀家只好接管了宫中所有怀孕妃嫔的日常。你要动手，动的也只能是哀家。不，嫔妾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嫔妾误会了。哼！太后脸色阴沉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太后娘娘，这是您的亲孙子啊，您抱抱他们。太后脚步一顿，身形更显佝偻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皇上，嫔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罢了，带34皇子和28皇女去幼儿园了。什么？34皇子？一个奶妈妈上前，从椅子上抱走孩子。林婉音瘫坐在地。34、28是怎么可能？字面意思，皇上已经有34个皇子，28个皇女了。在宫斗文里，有300个白月光替身，100个各色美人，后宫百花齐放，孩子遍地开花。皇上从喜当爹到想绝育，太后从含饴弄孙到心力交瘁，最后还是我提议建了个皇家育儿人，统一管理。至于太后，这已经是她第21次被不同的人用同样的手段陷害了。林婉音，你以为你是主角？你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罢了。凤仪宫内，皇后坐在窗边，似乎在想着什么。林婉音消停了很久，我的好奇勾引皇上生孩子，陷害我都失败了，她还能有什么招数？娘娘，别答应，不，现在沈惠贵妃了。她匿名献策，解决了江南水患，皇上龙颜大悦，延伸了她的位分。哼，贤臣帮皇上分忧解难，再装作不求回报，这一招算他走对了。不过贵妃不是他的终点，我的凤尾才是。御书房，皇上兴奋地看着一张治水地图，林婉英站在一旁，心里乐开了花。爱妃当真是朕的解语花，蕙质兰心，才智过人。臣妾不敢当，只是看皇上为国事操劳，心中不忍，才斗胆献上捉剑。说着，林婉英与皇上对视一眼，两人都笑了。他知道后宫斗不过我，这是要从前朝下手了。我爹、我哥、我弟都是手握重兵的大将军，功高盖主，是皇上心头的一根刺。边关军营帅帐内，几名将军围着地图。大将军，粮草和军饷又被扣了，弟兄们都快1个月没吃饱饭了，这天寒地冻的，怎么打仗啊？将军，我们的布防图泄露了，突厥大军已经攻过来了。连失3筹，皇上以此为由召我爹和哥哥回京，还不许带一兵一卒，这是要我们家死啊！皇后娘娘，您这个样子可真是少见。想当初您多得意啊！您猜您爹和哥哥是会被腰斩还是凌迟？放心，到时候臣妾一定派人把他们的惨状一字不差地告诉您。呀，你！贵妃娘娘，等那老匹夫一到，就是她的死期。等了半天，只见远处的官道上空空如也，只有风沙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人呢？怎么还没到？此时，一名探子慌慌忙忙地跑了过来。皇上，不好了，大将军他没回来，他带着15万大军在边关，说您是假冒的皇子称帝，不是皇室正统。什么？我爹于忠只忠于先皇，想要让他不回来送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告诉他现在的皇上根本不是先皇的血脉。皇上12岁到16岁出宫养病，见过他的人都死了，这么完美的4年空白期被调包了，很合理吧？一个面容与先帝有7分相似的男人，身带伤痕的站在大将军面前。
将军，我无意争夺什么，我只想告诉您，真正的皇子没有死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假货窃据我父皇的江山。我爹信了，一个假皇帝，他凭什么忠诚？他截断我爹的粮草，而我找的真皇子，却在边关死守，浴血奋战。证据，给朕找证据，证明朕是朕。林婉音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不好意思，你和皇上现在都成了我的棋子，他忙着自证身份，哪还有空管我们家？这局还是我赢了。皇后，求你快告诉他们，朕才是真的，朕才是先帝的儿子。他走投无路了，甚至为了给我出气，连夜把林婉音再次一撸到底。皇上，我们不熟，夫妻之情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之情，你帮帮朕，只要你帮朕，朕什么都答应你。爱莫能助，帮你，然后等你卷土重来，再杀我全家吗？我可不傻。既然无人信朕，那朕便挖开先帝皇陵，滴血验亲。陛下万万不可。我是假的，我承认。父皇不，先帝已经入土为安，求求你不要再打扰他的安息。这皇位我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宁愿去死，也不愿先帝的遗骨被惊动。一个要挖爹的坟，一个宁死也要护爹安宁，高下立判。陛下，先帝后宫寥寥，皇嗣单薄，您却有妃嫔数百，皇子皇女60多人，这如何解释？朕。太后寝宫，皇上跪在地上，拉着太后的衣角，太后坐在上首，满脸倦容。母后，只有您能证明儿臣的身份了，我们当众滴血验亲。皇上和太后各自刺破手指，将血滴入碗中，2滴血在水中漂浮，迟迟不能相融。我在水里放了点清油，你们的血怎么能融到一起？这怎么会？太后惊疑不定地看看皇上，又看看一旁伤痕累累的假皇子，突然尖叫一声，向后倒去。太后娘娘晕过去了。朝堂之上，一名探子连滚带爬地跑进大殿，报皇上，突厥可汗声称您是他们派来的奸细，此次战役中是您泄露的布防图。闻言，皇上如遭雷击，猛地指向被押上殿的林婉英。是他，是这个毒妇，这一切都是他的挑拨，他是奸细。来人，把他和他的孽种统统处死。对，我就是奸细，但皇上是我的同伙，否则他为何会听我的话陷害大将军？你胡说，朕不是，你血口喷人。皇上，我爱你，你放心，我永远都会保护你的。林婉英猛地转身，一头撞在殿内的墙上，血溅当场。皇上看着他的尸体，彻底呆住了。这下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就在这时，殿外传来山呼海啸般的兵甲之声，大将军带着15万大军兵临城下。请外地退位，还我大周正统。御书房内，皇上瘫坐在龙椅上，面如死灰。他颤抖着从袖中拿出一个小药瓶，递给心腹太监。朕只能以死明志了，记住，解药在你手上。皇上将瓶中毒药一饮而尽，随即倒地抽搐。我换了他的毒药，他不保险，又换了他的解药，一样是剧毒。皇上七窍流血，真正死去。解药，我的解药，谁换了我的解药？朕不想死。皇上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死不瞑目。数月后，凤仪宫，我已换上太后福制，怀里抱着一个一心只想抓糕点的小皇帝。真正的假皇帝也不想做皇帝。我爹拥立了先帝宗室的幼子为帝，我成了太后，抚养新君。太后落发为尼，背影萧索，从此世间再无太后。凤仪宫，小皇帝在我怀里扭动。母后，我想吃年糕。我看着怀里的孩子，无奈又宠溺地叹了口气。这还得养崽嘞。